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依林，馬上歡迎今天到場嘉賓。第一位是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妍婷張將軍，依林好，大家好，以及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楊老師，依林各位朋友好，還有陸軍退役少將厲正傑厲將軍，依林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這一期焦點馬上要帶大家來關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出了這個台灣有事論之後，讓中日關係降到了冰點，而且呢，也瞬間讓這個日本整個市場仿佛像丟進冰水一樣，因為現在呢，不管是包括了日股，還有公債跟日元呢，是全面走跌告急的狀況。我們就來看到日經225指數在11月18號收盤下跌了3.2%，這是創下4月份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了。還有包括您看到40年期的日本政府公債殖利率飆升多達8個基點，達到3.68%。那日元呢，更是觸及9個月的新低，來到了155.3日元兌換1美元。好，楊老師請教您，現在中日關係一緊張，包含了股市、公債、日元，我們看到全面大跌。就您來看，這一波拋售日本潮到底會對日本帶來多大衝擊？這個影響其實還是整個國際，尤其是美國的大盤。那特別是對於美國的8大企業，其中類似跟 AI 股有關的，像輝達，有一點就是市場的傳言，所以這個是11月18號，的的確確，它的日經、日股或者是日元，大概都有一點受到影響。不過那一天其實全亞洲股市也都不好。對。那可是呢，日本的的確確是受到在的高市早苗的發言引起的就是中國大陸的這些抵制或者是制裁，那這些不確定性是會產生怎麼樣的經濟衝擊？那它會不會有後續更大的一招？比如說一些大殺招，類似像是以前做過的，對日本採取稀土管制，那個對日本的經濟，那當然所有的股市、日元都會受到影響。所以這個不確定性，當然在大盤這個國際的大的局勢不好的時候呢，它就在日本就特別明顯。可是隔一天，到了11月20號、19號、20號的時候呢，其實因為輝達的財報很好，那所以呢，整個那一天日本的半導體再加上商社這2大類股的這個提升哦，曾經一度盤內這個增加大概2000點，一度又回到了就是5萬點的這個大關啊，所以呢。我覺得其實整個亞洲的股市相當形勢還是受到美股的影響，因為現在大家對於美股的這個情況哈，應該說美國經濟的情況都有一點就是這種擔心，有一點這個擔憂。一方面是經濟通膨，還有最高法院的判決。那當然這個 AI 的這個情況啊的獲益，因此大家都覺得損因素都夾在一起，所以它這個影響呢就會在亞洲特別明顯，因為我們跟美國的經濟供應鏈很密切，但日本。特別是加上這次的高市的發言，所以當經濟情況不好的時候，它跌得最深。那這個是以後可能會不斷出現的。好，現在大家認為說北京就是拿金融武器來當做武器對日本施壓。我們要來看到，你看到圖卡下方，這是11月20號的時候，中國商務部發言人他在記者會上就直接警告說，如果日本不撤回高市早苗這個錯誤言論，那中方會堅決採取必要的措施，說後果由日方來承擔。那彭博也分析說，北京祭出一系列的手段，包含了暫停日本的海鮮進口、警告旅客，還有取消一些藝人的活動等等。但是，包括剛剛楊老師也幫我們提到了這個殺手牌，就是稀土牌還沒有出手哦。請厲將軍來幫我們看，為什麼北京到現在還沒有動用這張稀土牌呢？如果都是大招的話，第一個哈，在這個2010年的時候，因為釣魚台事件哈，那中日兩國曾經交惡。那時候中國有打出過稀土牌哈，降低對日本稀土的出口啊，那時候造成日本的這種經濟上的一個產業的一個恐慌。那也從那時候開始，日本自己開始要這個研發製造自己的稀土，因為他怕被中國卡脖子嘛哈。所以為什麼現在來講的話，這個美國跟日本來講要簽稀土協議，其實日本是可以做稀土的哈，但是它的產能是有限的。所以之後來講的話，日本對中國的依賴慢慢降低到只有60%。那最近來講的話，又開始回升。當中國恢復對它稀土供應以後，他自己覺得說，我就不要再做這麼這個高污染的這個工業哈，他就慢慢又恢復從中國開始進口。現在來講的話，日本對中國的稀土依賴大概是到70%，但是我認為說是短期之內哈，非到最後關頭。
這個中國大概不會對日本打出稀土牌。為什麼？因為我們從這個安斯這件事情就看得到，這個現在全世界的這種產業的供應鏈其實是非常的脆弱。那如果說是你突然對日本斷供稀土來講的話，可能會造成的影響是全世界所有產業都，不管是這個，尤其是民用了哈，軍用我們不講，尤其是民用，包括汽車，包括到這個飛機哈，包括到各種這個綠能產能啊，都會受到很大一個波動影響。那我覺得中國很聰明，我不需要去因為你日本去得罪所有全世界的產業國家，因為如果說我一旦對日本斷供，那這個產生的蝴蝶波瀾效應來講的話，可能會波及到全世界所有的產業都會受到影響。那中國幹嘛去得罪全世界所有產業？我現在只要針對你日本就好，我不要去因為你去造成全世界对我圍堵。我們從安氏半導體，荷蘭的安氏半導體之亂就可以看得出來，安氏半導體造這個亂之後，造成全世界的汽車的這種工業來講的話，都為之可能因此而斷供，所以全世界都急得不得了哈。當然中國很聰明了，他最後就是用豁免了，我給你汽車，你們去針對荷蘭政府，不要針對我中国，我中國是一個這個負責任的大國，我繼續供給你們。同樣的稀土產業，我覺得是這樣。非到最後關頭，我覺得中國不會用，因為他現在來講，第二個來講，我覺得工具箱裡面有很多的工具哈。我們現在看到，比如說是這個漁產哈，比如說觀光哈，比如說我們在講到留學方面。這個他現在留學，你知道留學有多影響有多大嗎？連川普當時喊出說不讓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去留學，那你想想看，後來他又恢復，為什麼？因為60萬的留學生對美國來講的話，各個大學是多大的一筆財務的補助啊？那同樣道理，難道對日本不是很大一個補助嗎？但是我們現在看到，中國大陸在經濟方面光使出這幾招哈，目前來講只是這幾招，對日本來講，它的日元已經看到它這個這2天已經開始大變了。那昨天雖然說股市有上，但是今天好像這個又開始跌下來，而且是慘跌哈。因為輝達的這種它的這種年報裡面發現說，很多人跟他買的東西，但是錢還沒到位，還沒付啊。但是為什麼欠錢沒付呢？大家後面去很多的想象啊，是不是這個下游工業、下游的企業來講的話，他做的東西賣不出去，所以變成他沒有錢去付輝達，所以大家就產生。會不會有 AI 泡沫化的這種疑慮了哈？所以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來講，稀土這一段它不會實施，因為它不會去得罪全世界其他產業。它目前來講的話，等於重點打擊，只針對日本。那後續來講，它可以指出的手段很多，譬如說是這個2017年我們看到韓國因為部署了薩德系統。那比如限韓令，對不對？好，那個時候包括韓國的這個觀光旅遊，或者是它的這種演藝事業都受到影響。那中國現在採取這一招了，電影也不讓你演了哈，《鬼滅之刃》吶，或者《蠟筆小新》吶，哦，其實對日本來講是很大損傷。我覺得後面來講它有很多，比如說對日本的這種在中國大陸的企業，包括汽車啊這些企業來講哈，加強它對它的檢查哈，或者等等這些措施，我覺得它還有很多。那稀土是最後不得已才需要用的手段，在此這些手段如果能夠生效來講的話，我覺得它不會用到稀土。主要的是，我認為中國大陸不會那麼笨到說是我因為你日本去得罪其他的全球的所有產業。是李將軍在強調說，不到最後關頭的話，中國其實不會動用稀土這一張牌。好，大家在說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包括了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的前談判官，他也說了，說如果北京現在就祭出這個稀土反制，不但會激怒日本，而且也可能連帶的，像剛剛李將軍幫我們提到的，連帶其他的貿易夥伴也會懷疑說，那中國這個供應鏈的可靠性反而會更靠向美國。好，尤其呢，上個月川普才在南海跟習近平才剛碰完面嘛，也簽了這個稀土出口惠及全球的協議。也就是說，那如果北京現在打這個稀土牌，那不就等於是說破壞這個協議，甚至可能惹怒川普？那張將軍，你來看，如果最後習近平真的打出這個稀土牌，那美中是不是又會再爆發貿易戰？我認為中國大陸它是一個聰明的，它是一個集體領導，它會在那邊做非常深入研究，利弊得失分析。我認為打稀土牌的幾率，我認為是不高的。因為我們來看，他跟這個習近平跟川普已經達成貿易的協定的話，中國大陸跟美國都有貿易市場的需求性，是對方的市場，因為這是按照經濟學的比較利益法則，這是回避不了的。那大家這個雙方都會互利，那幹嘛
要再繼續玩這個稀土牌呢？邊際效益會遞減，而且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反彈。我倒認為中國大陸會對日本的稀土會作為一個局部的限制，因為日本的稀土啊，每一年的需求量啊是18000公噸，這18000公噸呢，那它進口每一年大概8300公噸，蠻多的。那這裡面有70%，剛麗將軍有講，70%來自於中國大陸。是，那來自於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會不會做局部限制？我認為做局部管控，用途上的管制。那有些你不能用這個稀土，你這個用的稀土的用途你要給我標明清楚，來源清楚，我要做管制，可能會做這個樣子。因為日本會做相應的調整，因為日本它會做第一個市場替代，那個中國大陸它對我限制，它会向泰國、像越南這替代市場，因為越南跟泰國是日本的第2跟第3的稀土供應。那這樣子嘛，那我就從其他地方來彌補中國大陸對我的控管嘛，會有這個樣。第二個，它現在還有備轉容量，是我備轉容量，我這個繼續做，我這個備轉容量可以支撐半年到1年啊。那半年到1年的狀況如何？那誰知道呢？我有備轉容量，我還夠，那這樣子我就不怕。這是日本的。那第3個呢？日本會關掉一些對稀土急需，因為稀土我們知道總共17種，包含鋅跟乙之外，另外15是藍系15加鋅跟乙。那這樣子，那我就不。這個不重要的先關掉，用重要的，這是我的主生產量，我的主貿易就需要這些对稀土的需求量是比較急迫性的，我用這些。所以這樣子，那這樣子有這方面的應變，中國大陸打稀土牌還有多大的效果，就要去算一算了。因為這是利弊的，打出去稀土牌，結果呢沒有效果，結果反而變成日本抵制中國大陸一個理由。那你這樣的話，反而變成在這個損益上面、利弊上面的得失之後，中國大陸我認為他會做分析。原來稀土牌在這一方面效果是有限的，那要不要去打這一個？我認為中國大陸會戛然而止，不要打稀土牌。從其他方面，如果最厲害的話，很簡單，最釣魚台嘛，最釣魚台從平面執法變成立體執法，從這個平常的間歇性執法變成常態執法，哎呦，這就不一樣了。因為釣魚台是主權的問題，還有維權的方面的這方面的問題了，又不一樣。這個效果可能比稀土牌效果來得好，而且這個本來就領土爭端了。美國會不會？美國雖然說沒擔保給予釣魚台列嶼，但是問題是，只要真涉及到主權爭端，美國原則上是閉上關。你看那個菲律賓在黃岩島、在仙賓礁、在仁愛礁、在鐵線礁，那不是都這樣子嗎？那美國一閉上關之後，這個日本會屈居下風，中國會屈居上風，慢慢有一種失控的這方面的具體事實。那中國大陸何樂不為？我認為中國大陸會做一個彈性的智慧調整。是将軍，我想追問一下，因為現在呢，中日關係越來越緊張，大家也在觀望說川普的態度到底是什麼。可是現在其實他沒有非常明確表態，只有說，有些盟友不一定是朋友。你覺得他的態度呢？这個川普他認為讓子彈飛一下，讓子彈飛一下對美國是有利的。為什麼？當這個中日關係一緊張的時候，日本你是不是你國防預算是不是要加一點啊？你不要老是靠我啊，你自己是不是要ပေး一點錢，多買一些東西了？因為你緊張，你不要靠我，你老是占我便宜，賺我的錢，還有我保護你，自己是不是要多分擔一點責任？所以讓子彈飛一下，對美國是好的。川普他是生意人，他是講 deal， 那就是交易嘛，那就是很簡單，飛一下對美國好，美國立刻這邊挺日本，日本感覺到後面有個大靠山，就不用怕了，可以忘所欲為。川普不會讓日本在這一方面得逞，所以注意讓子彈飛一下。對美國是絕對有利。是，謝謝3位專家精彩點評。我們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